老大今天回来了，我很想问他一句话，然后他回来，阿伟就拉着他去干活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不后悔回来吗？那是假的。那是假的。他刚跟我说，我十分的后悔，非常的后悔。虽然后悔，但是我知道回来是这种情形，又要干活又被逼分。是啊，我太难了哈，妹妹。我整天给你炖汤，昨天晚上给你炖，你没回来，对不对？晚上还有个，晚上还炖了猪心汤。我跟你讲，我对阿伟都没这么好，你知道吗？谢谢，太感动了。改天请你吃大餐。改天是什么时候？妹妹，改天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好，明天。你说了，明天咱们去农庄吃。我不煮了，好辛苦。明天好像有事，明天。明天有事。后天呢？后天可以。后天可以啊。那就后天。明天他说他有事。吃饱散一下步，然后呢，刚刚坐在那边看了一些评论，很多人呢都说，叫阿伟不要管哥哥的事情太多。其实吧，每个人的角度不同吧。像我呢，我就不在乎他娶不娶老婆，也不关我的事，对吧？然后我也没办法操心太多，因为这种东西是他个人的事情。像阿伟跟我婆婆就不一样了，我婆婆着急，那肯定的，身为人母嘛，多少肯定是会着急的。其实嘛，你像我跟我婆婆昨天这样子，说实话是真不开心的，因为她不是第一次讲这种话了，每次老是讲我那个2个儿子也不错，为什么我2个儿子都这样子？什么叫做我2个儿子都这样子？我听那种话，我就感觉听得挺别扭、挺不舒服的，干嘛要去讲这种话伤人呢？是不是？那你要说跟他计较，其实也不会，就是当时就听了很不开心，好几次的，不是说1次2次的，已经好几次讲过这种话了，就是感觉听了就挺别扭了。为什么每次讲到老大，总是要把我们给扯进去，就感觉说者无意，听者有意吧。刚刚大家看我们吃饭，我们4个人吃饭，我公公婆婆没吃饭，可能有一部分人会问。怎么你们自己吃啊？没有叫公公婆婆一起吃啊？因为他们每次都面条都煮一盆的，真的就是那种大铁盆，就这样子一大盆的，他们也吃不完。然后呢，炒菜也是一炒就是这样子一盆的，一锅就是炒了一锅满满的，他们就这样子吃一整天。那我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在我们闽南那边就是，可能就是今天中午炒一点，晚上炒一点。实在是说很怕浪费了，早上中午炒的，晚上还会热起来吃一下。像我今天炒的3个菜，差不多都吃完了，然后我用那个小碗，然后就炖一点汤，就是这样子，随便吃一下。如果他们没有煮的话，我会顺便煮他们吃的。可是他们每次都弄一堆，因为我公公很喜欢吃面条，他不爱吃米饭。他如果吃2、3碗米饭，他还是觉得吃不饱，他必须得吃面条。所以现在我不管他们自己吃自己的，这样子也好一点点，总不会说我煮完了，等一下他们又吃饱，我们又剩一堆，这样子其实真的也是不太好。走到自家的玉米地了，我们家玉米今年长得也还可以哦。其实吧，回归正题吧，就是还是挺多人就是叫我们不要去管那些事情。阿伟其实他也不想，就是有时候嘛，看到老爸老妈老是操心这个，他也会来气嘛。怎么讲呢？还有一部分人说阿伟会比较像哥哥，然后呢，他哥哥反而更像弟弟。因为什么？成家了跟没有成家其实真的是不同的。一旦你成家了，很多方面你会考虑的比较多，你会一直想一些，就是思想跟那个你的作为都会成熟很多。如果你没有成家的话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你根本就不会考虑那么多的。所以还是怎么讲呢，在我们闽南那边，只要你没有结婚生小孩，你永远都是小孩子，长不大，就是这样子。阿伟为了这个家其实真的是操碎了心，每一次回来真的是厨房啊各个角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每天起床都做不完的事，这边洗那边洗，忙不完的事，真的。在家里面，可能等一会儿老婆要叫，女儿要叫，爸爸要叫，妈妈要叫，
整天把他叫来叫去的。说实话，你像阿伟，他以前没有结婚，其实他也是吊儿郎当的。结了婚也是这样子，是这几年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了。以前啊，成天跑出去外面鬼混，然后都是大半夜才回来了。现在他不会了，现在在家里面，他一切以家为主，可能遇到的事情多了吧，就不爱出去玩了。现在的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说实话。所以有时候他们这样子讲，虽然说嘛，你说自己爸妈讲自己的小孩哪有什么错，也没毛病，我觉得。他们觉得说阿伟作为弟弟，多凶一下他，多刺激一下他也是好的。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理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，对吧？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我刚刚也跟老大讲了，我说，网上说很多人都说，可能想法跟你一样，哎呀，这么大没结婚就没结婚了。也有很多人说要刺激你一下，赶紧结婚，不然总是对父母没办法交代嘛。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角度不同，想法不同，性格不同，想法也会不同，对吧？先回家去了，看他们在干嘛。我刚回来，老大说：“你看吧，没事把竹节弄了干嘛了？没事找事做。”本来就是嘛，是吧？这么热的天，累死掉了。他没事找事做，弄完了你看了不舒服吗？舒服是舒服，但是过程是很辛苦啊，是吧？如果是冬天做的话，是比较好一点。这么热的天，是不是自己也累，然后媳妇也累。我跟你说哦，跟老爸他们讲就是怎么样的，冬天他说上冻不行，夏天他说太热不行，然后永远都是在不行的状态。你可以选择，就比方说收秋之后。不，我已经放弃这一段了。是这一次阿伟回来，他说拆，然后就拆掉了。因为我们暑假比较有时间可以帮忙嘛。如果我们没有回来，他永远就是冬天没办法上冻。我说，奇怪，老爸，那冬天人家也在盖房子啊，为什么我们家就不能盖？啊，我们找不到人，没空，人家都没空。看了舒服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想象中一样的。下午老爸说里面可以办桌了。可以放3桌，哪里放不了？可以放3桌。我是这样子想，看那边放个圆桌还是长桌，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个茶几。他说那个结婚办酒席可以放3桌。哦，你们结婚办酒席就那个小桌子，就这么小而已哦。对呀，里面可以小的。哦，对呀，现在小的。里面那个凳子就这么大，那个屁股坐一会儿老痛了。哪里呀？你太夸张了！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去我们这边洗啊？你搞得好像我们在家没有办酒席一样。跟那里跟你们也是一样的。哪里？就这么大，那个凳子就这么大，长的，就这么宽。哦，那是马扎凳，马扎。那你不觉得我们这种屁股大的一坐下去，那坐半天吃那个饭很痛苦吗？这是一种我们这边习惯，都这样的，是吧？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嫌弃那个凳子太小了，坐的屁股痛。算了，我们出去转一转嘛，带老妈去看看灯展嘛。刚好你回来。好，可以啊。走啊。